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晚上回到家，已经很累了，你打开中文学习视频，看了2-3分钟，心里却想，今天太累了，明天再学吧。然后你关掉了视频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你又想，昨天没有学，今天一定要补回来。可是白天很快过去，等你终于有一点时间的时候，你已经只想休息了。你又拖了一天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明明中文是你自己想学的，明明你喜欢中文，可是每次真正要开始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很有压力，好像学中文就必须认真学，要专心，要记笔记，要查单词，要复习昨天内容，还要完成今天计划。面对这么多要求，一个很累的人很容易什么都不想做。慢慢的，明天再学变成了一种习惯。我以前也常常这样，早上的时候我总是很有信心，我会对自己说，今天一定要学一点中文，学一点也可以，几个词也可以。可是到了晚上，整个人已经很累了。我打开中文学习视频，视频已经开始了，可是我听了2-3句，就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在听，我的眼睛看着屏幕，脑子里却还想着白天的事情。然后我躺在床上对自己说，今天太累了，明天再学吧。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又想，昨天没有学，今天一定要补回来。可是白天很快过去，等我终于有一点时间的时候，我已经只想休息了。我又拖了一天，就这样，一天又一天过去了。后来我发现，真正难的有时候不是学中文，而是开始。我不再问自己，今天要学多久，要背多少词，要看完多少内容。我先问一个更小的问题，今天能不能先开始5分钟？不是30分钟，不是1小时，也不是必须完成所有计划，只是5分钟。这样想以后，我反而更容易开始了。以前一想到要学1个小时，就觉得很累。1个小时听起来像一个很大的任务，可是5分钟很短，短到我愿意先打开视频，先听一小段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真的只是想听5分钟。可是听完第1段以后，我发现自己没有那么抗拒了，于是我又听了一小段。很多时候，我本来只想听5分钟，最后却不知不觉听了20分钟、30分钟，甚至更久。不是因为我突然变得很自律，而是因为开始的压力变小了。当我不再逼自己一定要学很久，我反而更愿意继续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真正难的有时候不是学中文，而是开始。只要我开始了，哪怕一开始只是5分钟，我和中文之间的联系就没有断。从5分钟开始以后，我又慢慢发现，学习中文也要看当天的状态。以前我总用同一个标准要求自己，好像不管多累，都应该学一样多。可是这样想，只会让我更容易放弃。后来，我开始把学习分成3种情况。第一种是状态还不错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可以学一点新的内容，比如新的词、新的句子，或者一小段新的听力。第二种是有一点累的时候，
这个时候，我不会逼自己学太难的东西，我会复习以前听过的内容，或者把以前学过的句子再读一遍。第三种，是我真的很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我只给自己一个很小的任务，只听一句，只跟读一句，或者只打开中文听一小会儿。这样做以后，我没有那么容易放弃了，因为我知道，学习中文不一定每天都要一样，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多走一点，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慢慢走一点。重要的不是每天都学很多，而是不要因为今天很累，就完全停下来。只要我还愿意用一种很轻的方式回来，中文就还在我的生活里。为了让自己更容易开始，我还准备了一些很累的时候也能打开的内容。因为我发现，晚上最累的时候，如果还要花时间找视频、选材料，想学什么，我常常还没开始，就已经放弃了。所以我会提前留好几种选择，一个很短的音频，一段以前听过的视频，几个常用句子，或者一页很简单的词，它们不难，也不长。这样，等我真的很累的时候，我不用再做太多决定，我只要打开其中一个，就可以碰到中文。对一个已经很累的人来说，少一点选择，反而更容易开始。还有一点也很重要，这些内容最好已经是我熟悉的，因为太累的时候，我不适合挑战最难的材料。这个时候，我需要的不是证明自己很厉害，而是让自己愿意重新开始。接着，我试着把中文放进固定的生活时间里。以前我总是想，等我有时间了再学。可是我慢慢发现，如果一直等有时间，时间可能永远不够。因为生活里总会有事情，今天有工作，明天有消息，后天又有新的安排，所以我不再等一大段空出来的时间。我开始把中文放进每天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里。刷牙的时候，我听一句中文；吃饭前，我复习一个词；走路的时候，我听一小段慢速中文；睡觉前，我说一句“明天继续”。这些时间本来就在我的生活里，不需要重新安排，也不需要准备很久。这样做以后，我发现中文出现的次数变多了。以前中文只出现在我准备学习的时候，可是现在它会出现在早上、路上、吃饭前和睡觉前，它不再总是被我放到最后。就算那一天很忙，我也能在一个很小的时间里碰到中文。这个变化不大，可是它让我觉得中文不是离我很远的任务，它可以慢慢进入我的日常生活。慢慢的，我开始用中文说自己的生活。以前我学中文，总是想着课程里的句子、课本里的句子、视频里的句子。那些句子当然有用，可是有时候，它们离我的生活有一点远。后来我想，为什么我不能先用中文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呢？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说我起床了；出门的时候，我说我出门了；走在路上，我说我在路上；快到的时候，我说我快到了；吃饭的时候，我说我要吃饭了，这个很好吃，我想喝水。工作很忙的时候，我说
我今天很忙。晚上很累的时候，我说我今天有点累。睡觉前，我说明天继续。这些句子都不难，甚至很简单，可是它们有一个好处，它们和我的生活在一起。当我能用中文说我今天有点累的时候，中文就变成了我生活里的一句话。它不再只是我要学习的东西，也变成了我可以用来表达自己的声音。越是简单的句子，越容易真的留在生活里。再后来，我也慢慢改变了对学习的要求。以前我总觉得学中文必须很正式，要打开视频，要戴上耳机，要记笔记，要查单词，要跟着读，还要复习昨天学过的内容。好像少做一步就不算真正学习。可是当我已经很累的时候，想到这些步骤，我就更不想开始了。有时候，我不是被中文难住了，我是被这些准备和要求难住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学中文不一定每次都要这么正式，不记笔记，也可以先听一句；不查单词，也可以先继续听；不看完整个视频，也可以只听一小段；不学新的内容，也可以复习旧的内容。这样做以后，我开始轻松一点了。我不再因为没有记笔记，就觉得自己没有学习。我也不再因为没有查每一个词，就觉得自己失败。有时候，我只是听一小段，可是我愿意打开它，这已经比完全不学好。太累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步骤都做完，而是先不要离开中文。还有一个方法是复听旧内容。以前，我总觉得每天都要学新的东西，新的视频，新的词，新的句子，好像只有学新的内容才算进步。可是太累的时候，新的内容常常会让我有压力。于是我开始复听以前听过的中文。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可能只听懂一点。第二次听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声音熟悉了一点。第三次再听，有些以前没有听懂的词，突然就清楚了。这样做以后，我发现自己不是没有进步，只是进步有时候藏在重复里。以前觉得很快的句子，后来慢慢变慢了；以前听不出来的词，后来慢慢能听出来。那时候我才明白，重复不是浪费时间，复习旧内容也是在学中文。有时候我会把同一段中文放在不同的时间听，早上听一次，晚上再听一次，过几天再听一次。第一次听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声音很熟悉；第二次听的时候，我开始听出几个关键词；第三次听的时候，我可能突然明白，原来这句话是在解释一件很简单的事。这种感觉让我很安心，因为我知道，听不懂不是结束，只是还不够熟悉。还有一个小方法，是只跟读一句。以前我一想到练口语，就觉得很难。我以为练口语就要说很多，要读一整段，要说得很标准。慢慢的，我也不再要求自己每天都看见很明显的进步。以前我总希望，今天学了，今天就能马上听懂更多，马上说得更好。可是语言学习很多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有些东西今天听不懂，过几天再听，突然就懂了一点。有些句子
今天只是听过，后来在别的地方再出现，就变得熟悉了。所以我开始接受一种比较慢的进步。今天只听了一点，也不是没有用。今天只复习了一句，也可能在以后帮到我。中文不是一天一天突然变好的，而是一点一点留下来的。可是太累的时候，我根本不想开口，于是我只跟读一句，比如，我今天有点累，我在路上，明天继续。我不要求自己说的完美，只是让嘴巴习惯中文的声音。这样做以后，我发现中文不只是听进去的，也开始从我嘴里说出来了。虽然只是一句话，但是说出来以后，中文会变得更真实。下次我再听到这句话，也更容易听懂。原来，练口语不一定每次都要说一大段。有时候，一句话也可以让中文离我近一点。还有一个变化，是我慢慢发现自己听中文的时候，没有以前那么紧张了。以前我听中文，只要有一个词听不懂，我就想马上暂停，马上查词，马上倒回去再听一遍。可是后来我试着先不暂停，先把整段听完。有些词我听不懂，我会先让它过去，我继续听后面的句子。有时候，听完整段以后，我发现自己虽然没有听懂每一个词，但是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比如中间有一个词我不懂，可是我听懂了前面的今天很忙，也听懂了后面的所以我很累，这样我就能猜到这句话大概的意思。这样做以后，我反而听得更久了，因为我不再一直停下来，也不再因为一个词听不懂，就觉得整段都失败了。我开始明白，听懂中文不一定是每个词都听懂，有时候先听懂大概，先知道这段话在讲什么，也是一种进步。我不是突然听懂了所有中文，可是我开始不再被一个词拦住了。这些方法慢慢改变了我。以前我一想到学中文，就想到压力。现在我会想，也许我可以先听5分钟。以前我一想到今天很累，就觉得今天肯定学不了了。现在我会想，今天很累，那就学得轻一点儿。以前我听不懂一个词，就觉得自己不行。现在我会先听完整段，再慢慢回来。其实我没有突然变得很厉害，我只是找到了一种更容易开始、更容易继续的方法。太累的时候，我不会再逼自己一定要学很多，可是我也不想让明天再学变成永远不开始。所以，如果你也常常觉得太累了，不知道还怎么学中文，我想说，也许你不需要马上变成一个每天学习很多小时的人。你可以先把学习变小，小到你今天真的可以开始，小到你不会害怕它，小到你很累的时候也能做到一点点。你可以先听5分钟，你可以把中文放进刷牙、吃饭、走路、睡前这些普通时间里。你可以用中文说自己的生活。我也慢慢学会，不把休息看成失败。人真的很累的时候，休息是需要的。可是我会提醒自己，休息可以，但是不要把休息变成再也不回来。所以我给自己留下一个很小的回来方式，哪怕休息了几天，也可以从一句话、一段旧内容、
一个熟悉的词重新开始，这样我就不会因为停了一下，就觉得一切都结束了。你可以累的时候不记笔记，只是听一小段。你可以复听以前听过的内容，你也可以只跟读一句话。你还可以听中文的时候，先听完整体，不要急着查每一个词。太累的时候，可以先休息，真的可以。可是休息以后，轻轻回来，不要让明天再学变成永远不开始。5分钟也可以，一句话也可以，一个词也可以，听懂大概也是一种进步。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晚了。学中文这件事，不是只有状态最好的人才可以继续，不是只有每天有很多时间的人才可以继续。只要你还愿意回来一点点，就还不晚。今天开始不晚，明天重新开始也不晚，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再回来也不晚。什么时候学都不晚，重要的是不要永远停在明天再学那里。